找这些照片，找了这一些花，找了这些花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挑几朵来画。待会儿画哪一朵就是哪一朵吧，好吧？可以先画这一朵，这一朵好像姿态还挺好看的，我们可以先画这一朵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我还是要画一个，还是最后再画一个玻璃瓶啊。好，我们先还是来分解一下。分解一下构图，我们还是最开始先来构图，好不好？先来构图，准备一张4尺3开的纸啊。4尺3开的纸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这个瓶子我们就画在这一边，还是画在这个右边这靠右边靠中间这个中线，我们还是找一个把中线找出来，我们就画的时候就避免这个中线了。好，在这个中下的地方，中下偏右的地方画一个瓶子。那今天这个瓶子又画成不一样的这个姿态和这个款式啊，画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款式。从这里出来。待会儿出枝的话，待会儿我们看情况去出，不一定就这么出。待会儿我们看情况。好，我们在这边，这里先画一朵花，第一朵花。这边我们画第二朵，画一个侧面的。这上面我们可以画一个半开的。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画一个出了边的破边，这里再画一个。然后这里我们可以伸出来一个花苞，好，这里会有一些叶子，这些也会有一些叶子，有一些叶子会盖过这个瓶子，有一些叶子会盖过这个瓶子。待会儿我们也是一样的，这个瓶子画一个水位，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水上面漂2个花瓣啊，然后同样的，我们还是画一个这个，也不是桌子啊，这个桌子就没有像这幅构图的话，我们这个桌子不好弄，一半的话都不好看。如果我们这个桌子弄一半的话，它都不好看，不管怎么斜它都不好看。所以我们就整个面有桌子，就是桌子比较大，我们只看到这个物象的这一部分而已。所以这个整面的桌子，桌面上也可以画一个花苞啊，或者是一些掉落下的花瓣都可以啊，也可以画一些花瓣，也可以画一些花苞。今天这一幅的这个花可能就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快一点点。好，我们首先，那我们现在的话，既然我们先分解构图，那我们就再分解这个颜色。我们今天想画什么颜色呢？我们看的这一朵物象，这朵花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不想，因为画这种花瓶的花，最好不要把颜色画的那么鲜艳，就没有那么雅了，就是不想画那么深。这一朵花我们把它画浅一点啊，那底色我们还是用这个太白加太白，可以加3青啊，也可以加3绿啊，加3青，一样的加一点胭脂，好，这个是第一个颜色。第二个颜色，那要不就带一点紫色好不好？玫瑰红，太青蓝，好吧？玫瑰红太青蓝，就玫瑰红太青蓝，胭脂，
玫瑰红和太极蓝调和成一种紫色，然后要用再一个玫瑰红，另外再一个玫瑰红，还是玫瑰红哦，还要加玫瑰红加胭脂，玫瑰红就不重复写了，胭脂。就这几种颜色吧，玫瑰红、太极蓝、胭脂3种颜色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分解一下花瓣啊。像这一朵花的话，它是一个椭圆形的。我们看到它这朵花，它是椭圆形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朝向，朝这个右上。第一朵花是一个主花，我们就分解这个主花就可以了。其他的它不是主要，我们就不分解了。那花心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它是一个常规型的常规型的。好，这个花这样子哈，我们分为两部分，这个是第一块，这个是第二块。然后这一边这个花瓣的长相是这么长的哈，这边靠着花心下面，我们往上，然后两边的这个花瓣这样子，从这里侧过去，然后上面的就往上，这样子的一个长相。我们要现在这种常规型的，我们就要看这个花瓣的走向，按照这个花瓣的走向去画，然后外面的花瓣就这样子往外展，外面的花瓣往外展。中间这一块就像一个碗一样的，就像一个碗状，看到没有？像一个盘子，像一个碗状这样子的。拿这个来看，那中间是心，像一个碗状这样子的，像一个碗状这样子。这是它的一个姿态。然后我们要注意它的花瓣的大小，颜色的深浅变化。物象的虚实变化，这是大关系。我们常规型的，我们要注意这个大关系，这个是我们要画的时候时刻记得的这个大关系。好，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花瓣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调一个底色，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。好，我们加这个3青。好，我们加一点胭脂进来。我们画画的话，从来没有这个严格的，不会说把这个比例去测量一下，这个很难测量的，就是一个大概哦，一个大概。其实你比例你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只是它的颜色有一点深一点或者是浅一点。你就是看色调，你调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调的时候，把这2种颜色是放在这个碟子的边上，而不是直接放上去。为什么要放在边上？就是我们边调边看它的颜色啊，边调边看它的色调。就是我们没有确切的比例，因为没有办法很难去测量它的比例，所以放在边上，你慢慢去调啊，调成这种有点灰的这种颜色，灰的这种颜色就可以了，比这个白纸有很明显的这种差别，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画画的这个宣纸的颜色有很明显的差别。
好，我们这个底色调成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种颜色，有一点灰的这种颜色就可以了。在白纸上试一下，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点灰的这种感觉，看到没有？就主要看这个色调，就没办法去测量它的比例哦。好，我们调好这个底色，我们可以把底色放到一边备用啊。调好底色，把底色放在一边备用，然后再调一下今天我们要用的画花要用的颜色。今天这朵花要用的颜色，玫瑰红太青蓝。玫瑰红太青蓝胭脂，哎，挤错地方了。这个是不要把胭脂挨它那么近了，等下一下子调错了。这两个都是玫瑰红啊，这两个都是玫瑰红，这是太青蓝，太青蓝玫瑰红胭脂，太青蓝玫瑰红胭脂。好，我们调色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调色啊。其实花瓣调色的时候，把这个太青蓝和玫瑰红就这样子调一下，这样子两个混起来调在一起，混合两个调在一起，把两种颜色一起调在笔的1/2的地方。一起调到笔的1/2的地方，让它有一点淡蓝紫色。好，我们调了之后，我们再调一点点这个笔尖，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，笔尖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。如果想要再深一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还是个颜色画淡一点啊。这种常规型的这种花瓣，就是这种有这种背面朝门的这种花瓣。好，一笔下去，推一笔，然后再推一笔，再点一笔，两笔都可以推，3笔，这样子去画的啊，一笔、两笔、3笔，这样子画出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，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。好，继续加颜色。那这朵花的话，这朵花有一些背面朝我们的反瓣，还有一些侧面朝我们的反瓣，侧面朝我们的反瓣，一笔推一笔，再大的一笔，然后后面再点一笔，这样子就是这样子，一笔大，一笔小，一笔大，再点一笔，这样子来画，推过去啊，有一点点这个弯度。我们不要把花瓣画得太圆了，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变化，这个花瓣才好看。好，再画出这边的，好，一样的，一笔、两笔、3笔，好，这样子就是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种花瓣。这是侧面朝我们的反瓣。那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侧瓣，那比较小的侧瓣，我们画的时候，笔尖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它其实是跟这个花瓣的这个姿态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它更加窄一点，更加窄一些的。好，我们补充一点颜色，把玫瑰红和太青蓝调在一起，调成淡紫色，然后笔尖再调一点玫瑰红。好，这种
侧面的这种小侧瓣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这一笔的话，你可以短一点，也可以长一点哈，可以短一点，可以长一点。你也可以更加有姿态一点点，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提起来。也可以让它有变化一些，因为这个自然界生长的这个花瓣，它就是千变万化，它不可能长得特别规矩，每一个花瓣都长得怎样的，有一点这种突兀，有点这种感觉也是没有关系的啊。好，这个是侧瓣，这个是侧瓣，那还有一些这个这个碎花瓣，碎花瓣我们就这样子去点。可以点1笔，可以点2笔，那可以点2笔呢，也可以点3笔，这就是碎花瓣，就直接这么去点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常规型的花，它就是那几种花瓣，但是你画的时候，你真正去画的时候，这些花瓣你都要变出各种各样的姿态，不能说都画，就是这样子去画，笔法是这样子，但是你可以画出各种姿态来，各种不同的姿态。可以大一点、小一点、宽一点、圆一点、短一点、长一点都可以，让它有变化。画的时候尽量不要把这个，就像我示范这样子笔法，你不能说画这一朵花上，只要是侧瓣你都画成这样子，都画这个形状这样大，那就不好看了。你要去变它，把它变成各种不一样大的、不一样的，让它有变化。我们一直讲画画就是在画变化。而且我们还要进行夸张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这个一个反瓣和一个正瓣组合起来。好，这里先来一个这种反瓣啊，反瓣，然后我们再去补充它的正瓣。补正瓣的时候，把颜色调多一点哈。通常正面的花瓣的颜色都会深一点，让它有所区别。好，这样子去补，我们可以从根部补，也可以从中间补，可以从这个根部先补，因为根部的颜色最深哦。好，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正反瓣，正反瓣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花瓣，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，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。好，再画一些这种大花瓣。我们要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调好色之后，直接这么去滚它，滚了之后带点，然后两边哪里需要添加，我们再去添加，再去点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笔上没有底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轻轻的蘸一下，加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的调色。好，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推，一笔一笔的推哦，推一下，点一下，推一下又点一下，让它这个花瓣有这个区别。你看这样子啊，这个花瓣出来就很好看，是不是？它就有这种不规则这种缺口，它这样子这个花瓣就出来特别灵动，就特别好看。你不要一笔下去圆乎乎的，这样子就不好看了。这个笔上干了，加一点底色，太清蓝玫瑰红胭脂，太清蓝玫瑰红胭脂，非常简单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还有这个大花瓣，还有这个2个花瓣组成的。
两笔组成啊，两笔组成，一笔正一笔反，这样子组成这个花瓣，它就是就是像这个花瓣它开到最后的时候，它有一点褶皱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分解这个花瓣就分解这么多，因为每天都分解啊，所以我们就大概分解一下，每天都有分解，每一个作品都有分解，